1945年的硝烟未散，2010年的枪声已响。当你从战火穿越到豪门阴谋，发现被绑的竟是100年后的曾孙女，这场跨越时空的猎杀究竟谁在执旗？大家好，我是刘念。命运游戏3王者棋局终于也是放出来了自己的 PV 啊！虽然我们经常调侃 Epic Dream 是预告片，但这次放出的内容仍有不少解读空间。以下内容纯主观解读，大家记得在弹幕和评论多多交流。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穿越时空吧。你真是我太爷爷。 PV 开场就是亲子相认环节，注意，方小玉此时的发型和妆造是相对传统的，但再次出现在游戏厅时，小玉的发型和服装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具有现代流行风格。结合出现的新版游戏机，可以推测出是在20年代左右。而且男主说的是，我从2010年穿越过来，就是为了找你，说明此时时间要大大晚于10年代，也能验证是20年的事实。而找你就有说法了，什么时候会用找这个词？而且还要特地穿越时空去寻找，离家出走，秘密囚禁，或者再大胆一点，同样的穿越时空。男主所说的话引起了萧玉的反感，后续离开男主，坐上一辆疑似为他准备的陌生车辆。结合男主找到萧玉时，他并无被绑架的恐惧心理，与神秘面具男对弈时也是很放松的状态等诸多迹象，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豪门绑架案就是一个幌子。面具男利用年轻萧玉的逆反心理，诱导他伪造绑架案，以对抗长辈的教育；利用他的好奇心，引导他进入时空门，去到未来找到自己。至于为什么这么做，我相信这一个画面可以为你解答，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后续出场的周周和曼姐所出现的场景中，老式电风扇、红棕色幕墙装饰，以及曼姐所使用的直板按键手机，都具有着很强烈的10年代气息。说明2010年的男主此时还在线索收集阶段。小梦饰演的高塔公主第一次出现便是在夜晚的小巷，棉线劳保手套避免留下指纹，口罩外套伪装身份，很明显的是在逃亡。但是在逃亡之前，小梦所处的环境是这样的，虽然压抑，但是极其富有生活气息，甚至还有玩偶和钢琴等乐器。背景里贴在墙上的纸张所书写的基本都是一些数学和物理公式。那么再结合官方对小梦角色高塔公主的形象暗示，我们不难推测出小梦应当是掌握着解密时间公式的能力，或者使人青春永驻的能力，而被从小监禁在这方寸之地。男主会因巧合而选择带着公主逃离，并且在男主和曼姐调查疗养院这一幕，一旁的普通工作人员见到陌生人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掏枪示警，就更加证明了疗养院这个地方的重要性。而得知真相的小梦为什么堕入深渊？我认为，可能是他得知深爱自己的女巫母亲竟以亲情为名，利用药物控制自己，还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而崩溃。而男主这个经典的中央空调肯定要散发爱心拯救失足少女的啦！军火库警告！再来说到曼姐，其出现的场景一般都和枪这个极具攻击性的物品有关。庞大的军火库、专业的设备、娴熟的技术，男主能一反之前的羸弱形象，John Wick 附体，想必也少不了曼姐的调教。能扛能打，上得战场，下手后方，对应的是国际象棋中的王后，最是强大，但也最容易被针对。纵然是长生者，也是肉体凡胎，小兵的一发普通子弹也足以致命。联想到游戏简介中的救后还是救兵的电车难题，男主多次穿越时空试图改变的世界收束点，多半也与曼姐有关。这里我们陪伴曼姐去到一栋别墅，见到了杜宇。注意杜宇这个手势，好久不见。一般人打招呼是不会出现这么完整且有难度的手势的，而且杜宇在这里是先叹了一口气，好久不见，才摆手势打招呼的。这是一种对故友久别重逢的喜悦，而这个手势应该就是过去的男主留下的暗号，代表着时间的开端与终结。Amanda 第一次出现在绑架现场，现场有2具持枪尸体，且此时出现的警察就是在死亡结局中活埋枪杀我们的人。下一次重要的出场是与萧玉的同框，注意这里萧玉还是20年的装扮，但是结合背景中的家具推测，此时男主应当是带小葵回到了10年。坚守微光的吹哨者成为了交易背后的牺牲品。Amanda 在 PV 和宣传图中出现的背景基本都与新闻、调查、危险有关，一是对应其吹哨者，也就是揭露真相、反抗不公、不畏牺牲的正面形象；
20期陪伴男主打敌后战场、收集线索、查找真相的形象呼应，而这个形象对应国际象棋中的兵，一往无前，直到牺牲，也是最有可能调动起男主情绪的火种。周周所饰演的角色在 PV 中出现次数很少，但根据简介中的描写，满怀希望的探求者，他的希望之火被现实浇灭。结合其出现的场景，卫军宫的水泥楼顶，工农阶级的街边食堂，可以推测出其人物形象多半是平民阶级，探求为工农阶级谋求福利的道路。但现实往往异常残酷，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打压简单却又致命，而这个价值观碰撞和阶级斗争，正是前2部作品中着重埋下的暗线。血泪混杂的采石场，愈发严重的冲突，这条暗线势必会成为最终对决的导火索。被牺牲掉的那些人，难道就不可怜吗？萧玉与面具男的兵王对变对应的画面多以上对下或者俯视变仰视的视角，代表着权力的不对等、内心的迷茫和绝望，宏观视角下的群体命运对抗等等，代表着面具男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和对男主等搅局者的不屑。反复出现的棋局变化，黑白兵子互吃，黑后攻至白方底线，黑兵前吃白后，再结合萧玉的神秘微笑和最后那句“老师，我明白了”，可以大胆推测，就是面具男在利用棋局上看不见的血肉战场，教育萧玉叛变，成为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上位者。而在 PV 中，蒙太骑士的暗示和明示的上位掌权者是谁呢？想逆转命运的血色恶魔梅。根据这里展露的红色衣袖可以推论，抽出顺位皇帝牌的也是他。此牌代表着权力和地位，逆位则代表着独裁、失控、秩序混乱，也是在暗示他的剧情走向。踩着他人血肉上位的独裁者势必遭到反噬。所以，我们还有机会。PV 最后给到白发老者和方芷莲的画面闪现，对应第2部作品中男主与方芷莲的100年之约，暗示了老者身份就是方芷莲。他坚守了近70年的孤独时光，只为再见你一面。但是命运似乎又开了一个荒唐的玩笑，再见一面竟是最后的离别。男主必须在72小时之内走到对方的底线，彻底结束这场充满血泪的棋局。方芷莲将通讯器交到男主手上，恰如美队中队长与佩奇的最后一面。你怎么忍心让如此深爱你的女人等你这么久？留念，你真不是人啊！所以请求你，在他离去之前完成约定，再为他烤一次地瓜吧。100年不许变。最后，《命运游戏3：王者棋局》也即将在第4季度上线了。校长也透露，这一部作品将采用更加独特的剧情树设计和时间回环系统，希望能延续监狱的口碑，不要让我们失望啊！更多关于《命运游戏3》的剧情猜测和伏笔回收，请观看影游区第一串子引领的命运游戏主线解析，以及命学图留念的命运3000跳。6月末还有大量优秀影游续作和影游黑马，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我们下期见。